距离温哥华有500多公里的小镇 Revelstoke， 也是我们说了很久一直想来的地方。这次呢，终于特地来到这个小镇，待上4天，好好体验一下生活在这里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rah。我们现在人在 Revelstoke。那我的频道呢，主要是拍很多加拿大旅游啊，还有一些生活的点滴分享。那我们今天人就在 Revelstoke。Revelstoke 呢是距离温哥华大约有6个钟头车程的一个小镇。那我们其实一直都很想要来这个地方。去年冬天我们已经到了 Sun Peaks， 然后其实再开2个钟头就可以到这里。但是去年是不是因为那个下大雪的关系，所以路封了，我们就没办法过来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终于来到这里了。那我们这一次是要待4天3夜的时间。大家不要看我现在穿那个厚外套，其实现在是夏天，只是现在夏天天气还是有一点点凉。我们这一次要住的呢是这一间 Fourlight Guest House， 这边住2天，然后对面呢会再住1天。小镇不大，但是它有很多的咖啡厅，像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去了2间咖啡厅。Revelstoke 其实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滑雪场，那我觉得我们冬天应该要再来1次的。我们现在就要来开箱这间，走吧。那我们要进去喽。它是一间很大间的 house， 等一下再带大家去看它外面的一些设施。这一间呢，它可以住到8个人，就是上面有2间房，下面有2间房，所以就可以很多人一起来这里度假。那我们就进来看我们的客厅吧。这间的地理位置其实非常的棒，它就在 Revelstoke 的市区里面。刚刚有讲到滑雪胜地嘛，所以呢，这边在冬天的时候呢，也会相对的难订。那有听老板娘说呢，现在已经订到明年的冬天，明年冬天来这边滑雪的人已经都订好了，对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，就是网站上有没有可以预定的时间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间长怎么样吧。我觉得呢，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心得，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已经露营3天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会觉得天哪，这里好豪华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客厅吧。噔噔。如果大家滑雪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夏天来呢，你就可以很多人一起住在这里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暖炉，可以烤火。今天也只有10度而已，现在是6月底耶，夏天的时候也可以烤火。这边有非常大的餐桌，所以这间呢就可以煮东西呀。那我觉得大家一起煮东西也是蛮有趣的，就是我们每次出去玩呢，都很喜欢大家一起料理。那厨房就在这里啦。那这个厨房呢非常的大，然后你看它的吧台，这里还可以坐3个人，就是在这边吃早餐就超棒的。还有咖啡机，虽然有咖啡机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会想要去外面喝咖啡，因为这个小镇上超多咖啡厅哎，冰箱也是超大哎，它的盘子跟杯子也太可爱了吧，这个配色就是很缤纷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进来看这边，楼上有2间房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房间，这个床超级大的。我可以直接躺在上面了吧？对，这个床好舒服哦。我们露营的床垫已经很舒服了，但我觉得跟真正躺在床上还是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这里还有一间，在这里，它也是 queen size 的大小，然后也都有衣橱啊，就是基本的房间该有的都有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吊衣服的空间，哎，我觉得这空间设置还不错，哎，我也躺一下好了。所以你是不是该感谢一下老板娘收留我们？没错，感谢这次赞助我们的老板娘，她有这一间 guest house， 然后还有对面的那一间 lodge。我有比错位置吗？这边 guest house 的正对面就是一间 motel， 对，所以如果大家来到 Revelstoke 呢，就可以来这边住，而且呢非常的方便，你就可以走路就可以绕市区了。老板娘呢她是台湾人，那这边也会提供一些 working holiday 的工作，所以如果大家对打工度假呢，想要来加拿大打工度假呢，也可以来到 Revelstoke 这个小镇啦。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滑雪或者喜欢一些户外运动的话呢，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小镇。这就是厕所啦。再讲一次，就是录完影看到这个厕所就觉得这里是天堂。虽然昨天已经蛮天堂了，但是这里还有双水槽哎，然后这边就是整个是干湿分离的，你看这里，这种就是比较节省空间嘛，就是这样推的。这边都有提供了沐浴乳啊，还有洗发精啊，非常方便。而且呢，这个水龙头是可以拿起来的。我觉得有时候呢，还是会很想要把水龙头拿下来。虽然我来加拿大后已经很习惯它是钉在上面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去看它楼下还有2间房，走吧。
我们就下去看看吧。楼下有2间房，然后这个楼下呢，它是一个半地下室的空间，这边呢也可以挂衣服啊。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挂钩呢？你看这边有一排，然后那边有一排，主要就是因为冬天真的是装备非常的多，有安全帽，然后裤子啊，就是你的雪衣、雪裤全部都是分开的嘛，那你都要挂起来会比较好，而且还会比较容易干嘛，也比较整齐。然后这边这个椅子呢，就是让你可以在这边穿好鞋的，对啊，所以这边就是很方便。这是可以烘鞋子的，你知道为什么要烘鞋子吗？因为冬天呢，像我们要去滑雪穿的那个靴子嘛，就是滑雪鞋的话，里面有时候会湿掉，因为雪可能跑进去，脚就会变得非常冷。那你就可以回来这里烘干，这好方便哦。楼下的第一间房间呢，它是2张单人床，所以可以睡2个人。虽然它是地下室嘛，但是它还是有窗户，有光可以透进来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样光线也还不错。OK， 然后这间呢也是2张单人床，然后一样有个窗户在这里，而且我觉得还蛮可爱的，是它好像一幅画在外面了。那这里一样是可以放衣服啊，哎，我发现它这里还有一间呢，所以它楼下这间呢其实还蛮大间的，可以走进去的衣橱。还有一个干湿分离的这个淋浴空间，对，哎，你看这个图。这个也太夸张了，飞跃森林吗？它是整个跳起来的 ski 选手哎。这边不是有一个有名的什么 drop？ 它就是现在变成一个瞭望台嘛。那以前它就是一个可以滑 ski 然后飞下去。冬天一定要再来玩。对，我觉得越想就越觉得冬天要来玩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冬天应该要再来。如果你今天要待比较久的话呢，你应该会想要洗衣服，当然你也可以手洗，但是这里就有洗衣间，对，就可以使用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到楼上吧。我们等一下应该要去逛一下市区，然后去吃个晚餐。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户外的空间，走吧。这边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前面那个，它是一个烤炉，就是大家可以把椅子拿到外面，然后围一圈在那边烤火，烤肉炉。对，如果大家不想要出门的话，就来这边只想要待在这个 guest house 的话呢，也是有蛮多事情可以做的。你就可以烤肉啊，然后或者是在那里聊聊天啊，还有那后面还有一个 hot tub， 就是热水浴缸，就是你可以在外面那里泡。像我们以前都是去住的那种度假村，它可能是在阳台嘛，那它这个是直接在后院。冬天就是滑完雪就会想要泡个澡，然后这边再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 Revelstoke 这边附近其实有蛮多 hot spring， 有温泉呢，对，大概就有4个左右吧。对啊，就是还蛮棒的。我之前不知道原来这边有这么多温泉可以泡。那我们去看看那个热水浴缸。很大的后院。对，这后院真的很大哎，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有带小朋友的话呢，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在这里玩吧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草皮，他们就可以玩很久了，可能还不用去公园，在这边玩就好了。然后这就是刚刚说的热水浴缸，这个热水池看起来非常温暖的，就是会让你晚上有看到这白烟冒出来吗？就是晚上呢，你会想要在这边可能喝个啤酒啊，这边聊天。因为我们其实以前滑完雪，就大家会在外面聊天，然后再很冷很冷的跑进去。对，不过这间可能有点距离哦，要跑要冲比较快。等一下，这个要10秒吗？冬天记得大毛巾一定要披着，不然你真的会超冷的。我们刚刚没有考虑到一个状况，如果今天积雪的话，你要再加10秒吧。然后这边呢还可以停车，就是有遮蔽物的停车位，好棒！我有点喘，我跑过去再跑回来。我们要去外面走走吗？没错哦，然后我们2天后呢再来介绍对面那一间 Revelstoke Lodge。Go！ 这看起来很好吃哎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因为外面在下雨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先买来车上吃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先去一下市区的图书馆，很好吃，而且它的料很丰富哎，这个可以。为什么图书馆礼拜一会休息？对啊，为什么是礼拜一？那我们本来是想要去图书馆先工作一下，然后再去
这个小镇逛逛。但是呢，现在图书馆今天没有开，所以我们就先来附近晃一下。就是这边是他们的活动中心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去湖边走走，就去一个咖啡厅，一样再去咖啡厅。Revelstoke 这里呢也是有超充站的，很方便，而且它就在超市的旁边。对，然后这边开 Tesla 的应该相对少很多，因为这边冬天呢会下雪嘛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很有趣，就看到不是 Tesla 的车也会停在这里。边喝咖啡边看着外面的景色，真的是蛮疗愈的。我们现在要去的那个 ski jump 啊，就是会到我们本来要来露营的营区的路上 ，Snow Forest。还会有熊关闭。对啊，但是我们会不会等一下开车开又看到熊？我们开慢一点好吗？Revelstoke 是本来就是有名的熊的，就是栖息地。对，就是这边是有名的灰熊啊、黑熊啊，各种哺乳类动物，驼鹿、山羊、山猫等等的栖息地。这个离市区好近哦。住这些小镇的优点，对，是离这些漂亮的景点都不远。然后这个景点呢是需要有 Park Canada 的这个国家公园入场证才能进来的哦。我们这次还有带了哨子，然后还有熊喷雾在这里。熊喷雾应该是要带吗？这个要会使用。这边有写 Revelstoke 是有6个月的冬天。这是以前的那个滑雪场。Ski Jump 呢是在 Revelstoke 很有名的景点，所以我们第一天就来朝圣啦。哎，看到跳台了，对啊，其实蛮陡的，有点陡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以前他们从这么高直接跳下来啊？啥耶，好恐怖啊！来回1.1公里，只需要半个钟头就可以完成。其实呢不会太困难，但是沿途都是上坡，所以还是要一点脚力哦。我们大概走10几分钟吧。可以直接看到湖，还有城市，然后那个应该是以前的缆车站。觉得这个步道很用心诶，就它沿途有很多的指标，还有这里的故事。对啊，就还蛮有趣的。就你走到一个点，就可以看一下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里。以前的雪票才5块，超便宜耶！等一下，它是3天的 pass。然后通常都要自己爬的，比较累。这是第几个观景台了？已经数不清了，这应该5、6、7吧。那里有一个盔甲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就可以假装要滑雪出去的样子。有点恐怖，你刚刚整个人靠着吗？看这个好像真的很恐怖哎。你手机要摆好啊，不要掉就好了。好，那我这样靠咯，不会掉下去吧？最顶端呢是已经废弃的滑雪跳台，这座滑雪跳台曾经创下了3项世界最长跳台的纪录。是不是很恐怖？这里呢很贴心，还有扶手，就是让你这样走下来。不过呢，这个景点呢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小朋友了，因为它其实蛮陡的。但是这个景点很棒，就是你可以看到100年前的历史。它是以前学校吗？看起来很不像是要进餐厅吃饭。这是旧的学校。这间餐厅呢，曾经是 Mountain View School 山顶学校，真的是名副其实诶，是在1914年开始授课，而且呢，曾经被认为是 BC 省最好的高中。学校歇业后呢，在2018年就转变成了一间餐厅，有着亚洲和地中海式的菜色。我们点了 soba 还有汉堡，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。吃饱完，我们来这里散步。这个其实不是湖，它是 Columbia River。然后我们刚刚从那上面往下看，超漂亮的，就是从那个 ski jump 那里。今天是我们在 Revelstoke 的第2天，现在还是一样在下雨。那我们昨天睡在这间 guest house 呢，很舒服。我现在要走去
在这个转角后面的咖啡厅，我们昨天本来要去，结果里面太多人。杯子超美的耶！你看我的前方就是火车。大家调一下位置。那我们今天呢是在 Revelstoke 的第2天，虽然今天还是一个下雨天，对，但是呢下雨天有下雨天的不一样的美嘛。像现在呢，你就觉得住在 Revelstoke 呢，就真的是群山围绕着，你早上出来就可以看到云雾缭绕，就非常的漂亮。Revelstoke 这边其实是一个历史蛮悠久的一个小镇，那它其实以前是一个铁路中心。Revelstoke 的这个小镇呢，就是建立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设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火车一直不断的经过。那 Revelstoke 它其实有别称，它的别称是灰熊镇。那为什么会叫灰熊镇呢？主要就是因为呢 Revelstoke 这边其实是一个黑熊和灰熊的栖息地，还有很多的哺乳类动物的栖息地。看到灰熊的话呢，就是一定要回报的。所以在 Revelstoke 小镇，你是有机会可以看到熊的。那我们昨天在这个 Fond du Lac Guest House 呢，住得非常的舒服。你去住完营地之后，再来住这种 house， 那感觉非常不一样，就是有温暖的热水，然后有舒服的沙发可以坐，还有舒服的床可以睡觉，就是你就会非常的感激这一切。那我们等一下煮完中餐之后，来休息一下就会出发啦。我们到了这个鬼城，我们现在要去的一个景点呢，本来说要去那个童话世界，但是我们太晚出门了，所以我们就改去这个鬼城。在1860年代的时候，很多人来到这里淘金。淘金乐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寻宝者来到这个地区。这个户外博物馆可以让你走进19世纪末的社区，里面有超过25座的历史建筑，还有古董汽车博物馆啊、铁路转盘车库等等的。每一座建筑物都有它自己的历史。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想吓你，就是突然这样看到，哇，这个地板踩起来好像不能太大力的走路哎。博物馆的拥有人呢，他在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收集古董汽车，所以可以看到许多精致的古董车摆放在里面，而且呢是真的可以正常运行的车子哦。这是车厢哦。哎，它这些车厢该不会都可以走进去吧？看起来可以哦。天哪，这也太高级了吧！空房哎，非常多厨具。对啊，然后还可以擀面团，好强哦！这个车厢。这边好多好奇怪的东西。很多古董。那边是不是也有人被吓到？这里面也太大了吧？怎么什么都有？大概有快1个钟头了吧？好大哦，这里面。博物馆里头也都非常用心的摆上许多的古董收藏。有趣的是，里面很常会出现吓人的人偶。如果天色暗一点去，好像有一点恐怖。这里有一台非常旧的公车，而且它车窗还被打破。Stopping dentist， 它叫 Pen Stopping Dentist， 停止痛的牙医诊所。你看那里面很恐怖，大家自己看。啊，这个儿童不宜吧？这是以前的邮局，这里面真的是超级大哎！就是以前其实这里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小镇，然后什么都有。它的布置啊，还有它里面古董真的非常多，就大家可以花。我们本来想说可能一下要逛完，结果它每一间几乎都可以走进去逛。鬼镇博物馆旁是一座饭店，而且这个饭店是坐落在湖旁边，真的非常的漂亮，而且还有精心布置的花园，环山面海，超棒的 view。听说一个晚上只要170块。对，175左右。这个季节。对，这个季节，我
我猜夏天或是冬天可能会比较贵吧。夏天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来到这里划船啊、划水、钓鱼和游泳都很适合哦。因为前天去露营时下雨，收帐篷的时候还湿哒哒的，所以就借用了后院这么大的草皮来晒个帐篷啦。我们现在要走去吃日式料理，然后走大概8分钟就到了。然后这镇上有2间日式料理，评价都很好。你刚刚有看到那个山景吗？是走在市区就可以看到。对啊。这也是要谈判是吗？可以耶！你好酷哦！它是很像那种合适的，确定这间吧？在，这是在馄饨皮。我们点了寿司卷，还有铁板烧都很好吃，很推荐这间日本料理哦，而且店员也非常的热情。是 Tiger Prawn。吃饱饭后呢，我们来到小镇逛逛。小镇真的不大，但是群山环绕，走起来就非常的放松。然后看到冰淇淋店又想要吃了，明天再来吃好了。走在小镇上呢，还可以边了解这里的历史故事哦。其实 Riversock 的 downtown 真的是不大，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半天你就可以逛完这里了。然后你逛完呢，还可以来看一下火车。就是downtown最棒的地方就是走在哪里都看得到山。对，真的很美耶。那我们就要回家啦。这幅壁画很厉害的是，对啊，它是用 ski 跟 snowboard 做的哎。Riversock 还有下一集要带大家去玩刺激的过山车啦，我觉得很刺激啦。